現在我被我公公婆婆已經趕出來了。我看你肚子挺大的了。对，已經有7個多月了。女子懷孕7個月後，與男友在5星級酒店風光舉辦婚禮。然而結婚後僅僅過了3天，她就被婆婆趕出家門，並強烈要求打掉腹中的孩子。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婆媳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？眼前這名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叫張玲。前不久，她和男友李軍在5星級酒店舉行了盛大的婚禮。婚禮當天非常熱鬧，一共擺了40桌。在小縣城能有這樣的規模，足以看出男方家庭條件不差，也能知道他們對這場婚禮的重視。然而婚後僅過3天，新娘張玲就被婆婆趕出家門，而新郎李軍也被控制在家，禁止他們雙方見面，二人只能通過微信互相聯繫。從張玲拿出的聊天記錄來看，李軍還是很在乎她和孩子。讓人不解的是，風光娶進門的兒媳為何說趕走就趕走呢？此時的張玲也是一臉委屈，懷孕7個月的她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對於李家公婆的做法，張玲的母親也十分氣憤。她從女兒的口中得知，親家公公是一名醫生，婆婆曾在銀行工作，本以為是通情達理的一家人，沒想到做事這麼不可理喻。更讓她無法接受的是，女兒被趕回娘家沒幾天，婆婆就帶着人上門強迫她打掉孩子。可是孩子已經7個月了，真的能打掉嗎？在她看來，這簡直欺人太甚。為了幫女兒討回公道，張玲父母決定親自上門問個清楚。然而到了李軍家，對方連門都不願意開，人在屋內就態度強硬地表示沒啥好談的，法院見。這時張玲才說出，李軍早就以騙婚為由將她告到法院，要求退還全部彩禮。而她懷疑這並不是李軍的決定，而是公婆的指使，李軍只是迫於無奈。那麼張玲究竟做了什麼讓公婆趕出家門呢？騙婚說法又從何而來呢？為了弄清原委，第二天張玲父親聯繫了李軍，要求見面。在電話裡，李軍滿口答應，然而到了約定時間，來的卻是他的代理律師。一見面，律師就說出了其中緣由。律師表示，張玲和李軍並非合法夫妻。原来在婚禮後的第2天，二人就去民政局領取結婚證。可是在辦理途中，李軍居然發現張玲是已婚狀態，無法辦理。這又是怎麼回事呢？難道張玲真的是騙婚嗎？對此，張玲解釋說，她曾有過一段婚姻，可是已經在法院的調解下離了婚。這個事情李軍是知道的，她並未隱瞞。而且她已經懷孕7個月了，並沒有騙婚的理由。如此看來，是公婆嫌棄張玲是2婚，所以才棒打鴛鴦嗎？這時李軍的代理律師表示，目前李家對張玲肚子裡的孩子身世也存在懷疑，要求去抽羊水做親子鑑定。這究竟是李軍父母的想法，還是他自己的意思呢？已經答應見面的李軍為何不出現呢？張玲不相信李軍會這麼絕情，於是他決定親自上門問個究竟。然而到了結婚的新房，屋內早已沒了動靜。就在張玲準備放棄時，他接到了李軍發來的信息。然而李軍的態度突然大變，不僅不願意承擔責任，還對未出生的孩子惡語相向。李軍態度為何會大轉變呢？為了進一步了解，調解員撥通了李軍的電話。法院的判決書，他結婚的那個协議書，法院判決的离婚協議書，看一下行不行？他是結過婚呢，他沒有否認自己結過婚這件事情，但是他說你知道他結過婚。我怎麼會知道？他去年3月份結的婚，你自己看那判決书好不好？法院的。那你們是3月13號办的酒吗？你父親跟我講，對不对？对啊。办酒之前他是離了婚的吧？他離婚我不知道啊。在電話中，李軍極力否認他知道張玲結過婚，在結婚前他和父母都被蒙在鼓裡。聽到李軍的說辭，張玲立馬激動了起來，他指責李軍說謊，並想拿出證據證明。然而就在這時，李軍爆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：他有沒有欺騙？你可以去問，可以去法院問，好不好？2個人的感情的事情去法院問誰呢？法官怎麼知道你們2個談沒談戀愛，什麼時候談的戀愛？你可以去查他之前做過什麼事，好不好？他之前做過什麼事呢？他騙了別人5.5萬，也是騙婚。他說張玲跟前夫也是騙婚，離婚時還騙走了人家5.5萬元。讓人不解的是，李軍既然這麼肯定張玲騙婚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過來說呢？如果張玲想騙婚，他為何還要幫李軍懷孕？李軍的說辭明顯站不住腳。說到這個孩子，李軍又開始懷疑孩子的身世，吵着要去做親子鑑定。可當張玲同意去做親子鑑定時，李軍又開始百般推脫。之前在微信裡明明還承認孩子是他的，證據都擺在面前，他卻耍起了無賴，實在毫無擔當。那麼李軍這麼做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？張玲跟前夫又是怎麼一回事？面對李軍這般態度，張玲徹底寒心。這時張玲跟調解員說起了她的前夫。原來她跟前夫在網上認識，當時因為家人催婚，2人還未過多了解就匆忙結婚。領證時她才知道前夫比她大10歲，
而且還離過婚，婚後前夫還好吃懶做，所以這段婚姻僅維持了2年，兩人就在法院調解下離了婚，兩人也從未懷孕生子。這時，張琳拿出法院調解書，上面確實提到5.5萬元。哦，上面確實有個5.5萬元是金銀首飾及現金，是吧？對。那最後判決你返還了他那個錢嗎？退了錢嗎？沒有。可並不是李軍所說那樣是騙婚，法院既沒有判張琳賠償，也沒有提到欺騙。那麼，張琳是否隱瞞了這段過往，才讓李軍如此憤怒呢？張琳解釋說，在兩人談戀愛時，她確實沒有告訴李軍，但是在她懷孕2個月後就坦白了，而且是李軍主動提出要向自己父母隱瞞，因為父母比較封建，怕父母知道後不同意。李軍想着等孩子出生，到時候父母不接受也得接受。可如今李軍卻把所有責任全推到張琳身上，那麼李軍又為何說是領證的時候才發現的呢？張琳解釋說，她確實跟李軍去過民政局打印結婚證，但時間卻是婚禮之前，他們結婚是3月13號，他們去民政局是3月10號，當時沒有辦理成功，是因為張琳的身份證剛好過期。為了驗證真實性，調解員去了婚姻登記處調查，登記處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，3月10號張琳確實和李軍來辦理過婚姻登記，但是當時張琳的身份證剛好過期1天，按規矩不能辦理登記。然而3天後的3月13號，張琳跟李軍還是如期舉行了婚禮。那麼這是否可以說明李軍知道張琳結過婚呢？但是我老公他那時候還在問，他說过7天都不能拿嗎？对，你的话我说不可以，我说中间会出这事情。如此看来，李军確實提前知道張琳有過婚史，是他在撒謊。可3天後，他為何還要跟張琳舉行婚禮呢？這不禁讓人好奇，李軍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？張琳告訴我們，李軍是家中的獨生子，遇事毫無主見，在家受父母支配，談戀愛時則讓他照顧。儘管如此，他們的感情也並非一帆風順。張琳表示，李軍還有家暴的傾向，在懷孕期間曾對她暴力相向，有過1次婚姻經歷。張琳比較謹慎，立馬提出分手。可是李軍卻3番5次向張琳道歉，請求再給1次機會。張琳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諒了他。既然這段感情是李軍自己的選擇，那麼如今他是否能擺脫父母的影響，出面和張琳協商呢？第2天，調解員再次約見了雙方，然而這次李軍還是沒有出面，來的是他父親李剛。那麼李剛又是如何看待這件事呢？李剛告訴我們，他是在兒子舉行完婚禮的第2天才知道張琳結過婚，在這之前從未有人提起過，這讓他感覺受到了欺騙。在他看來，張琳一家不該隱瞞這個事實，自己兒子條件優越，沒有結過婚，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接受張琳。可是張琳隱瞞婚史是因為李軍，他怎能怪罪張琳一個人呢？他兒子早就說了，他兒子早就講了，他兒子親口跟我們講的，不要和爸爸媽媽講。他說他爸爸媽媽是個老封建，知道他肯定不會同意的。他的兒子讓我們不講，我們肯定就不會講，是不是？這個話你們聽着啊，你們信不信？好，你可以把你兒子叫過來當我是不信啊，這個話你信不信？我得有證據的。你們自己去判斷去，好不好啊？但是我是不信啊。起碼5個蛋當的。他2種發信息，他說他早知道了，他父母接受不了，他年輕人接受不了父母。李剛表示，他不相信兒子會夥同外人來騙他，也始終不認為兒子有錯。就算張琳說他有聊天記錄作為證據，李剛還是堅決不信，很明顯是睜眼瞎。我認同，但是我就覺得啊，父母、兒子、子女都這麼大年紀了，你們做父母這樣操心操了一輩子了，至於這個婚姻的事情，我覺得應該他們自己來處理。可是你兒子就自己沒有一點處理這個問題的能力嗎？那如果說你兒子真的早被騙了，她懷孕7個月，肚子都這麼大了，現在才發現這個事情，這個說不通，對不對？兩個人談戀愛在一起最基本的，哎，你有沒有結過婚？這個人品怎麼樣？你說他騙你們有什麼實質上的損失？你剛剛還沒聽清，你刚剛還沒聽清楚啊，對不對？你剛剛還沒聽清楚啊。而且刚才呢，我3月1日知道我才曉得這個事，我才曉得這個事，我還沒說騙呢。但是我現在我有理由懷疑，因為你兒子不在這裡嘛，任何可能都是存在的，对不對？有一種可能就是你兒子知道這個事情，他一起想隱瞞。這個是可能，我這兒子，不是兒子的。無論調解員如何勸說，李剛都不為所動，甚至還表示兒子的事情全權由他負責。他堅持要求退婚，張琳和肚子裡的孩子，他們李家也不會接受。不得不說，李家父親真的是耍了一把好賴。最終，李剛離開了現場。由於李剛的不配合，這場調解以失敗告終。面對男友一家的態度，張琳身心俱疲，也備受打擊。男友李軍30歲的年紀，連解決這點事情的能力都沒有，反而還與父母一起來指責他騙婚，直到最後連面都沒露。事已至此，張琳也不再奢望什麼了，她決定拿起法律維護自己和孩子的合法權益。那麼您又是怎麼看待這件事呢？
歡迎視頻下方留言討論，我們下期再見。